佛说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世间诸事皆在这轮回之中。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，在清明等祭祀之日，为逝去的亲人焚烧大量金银纸扎，是孝顺之举，能保他们在阴间尽享荣华。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要给各位讲述一个地府的奇闻，它将彻底扭转我们对传统祭祀根深蒂固的看法。在那神秘的地府，判官崔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：阳间子女们饱含孝心送去的金银纸钱，一到阴间竟摇身变成1000斤重的铁块，压得亡魂们举步维艰。华丽的纸扎珍珠项链成了缠在亡魂脖颈的无形绳索，使其喘不过气。金晃晃的纸扎镯子化作牢牢束缚手脚的镣铐，让亡魂痛苦不堪。然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祭品，却拥有让亡魂超脱苦海直奔极乐的神奇力量，这与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背道而驰，背后到底暗藏着怎样惊人的因果玄机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入这个神秘故事，揭开被尘封的真相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东汉末年，阳间大地被战火无情的席卷，百姓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城镇与村庄在兵荒马乱里破败不堪，饿殍遍野，哭声震天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府那一如既往神秘而又古老的模样，它仿佛超脱于阳间的动荡之外，以自己独特的秩序运转着。崔炫这位生前刚正不阿、清正廉明的官员，凭借着一生积累的浩然正气，在死后踏入地府，谋得了判官一职。他每日都穿梭于地府的各个角落，处理着亡魂们纷繁复杂的琐事，见证了无数灵魂在阴阳两界之间的艰难流转。又一年人间的清明时节如期而至，地府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的亡魂。崔炫判官如往常一样来到奈何桥附近巡视，只见那桥边的通道上，新到的亡魂们状态凄惨，个个都像是被沉重的枷锁束缚，他们身形扭曲，步伐踉跄，仿佛每迈出一步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。仔细看去，他们身上挂满了各式各样来自阳间亲人准备的物品，在阴间那幽微闪烁、似有若无的明光下，这些东西散发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气息。崔炫心中满是疑惑，他缓缓走进一群亡魂，其中一位身形佝偻、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正拼尽全力拖着步子前行，每一步落下都像是在与脚下那无形的阻力做着殊死搏斗。他浑身上下密密麻麻地贴满了金银纸钱，而此刻这些纸钱完全没了在阳间时的轻薄模样，竟如同铁片一般厚重。在阴间那微弱的光线中，它们反射出冰冷的光，仿佛在诉说着老者此刻的痛苦。老者的额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，每一颗汗珠都顺着他那饱经沧桑、刻满皱纹的脸颊滑落，滴在脚下黑暗的土地上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崔炫轻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关切：“老人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吃力？”老者费了好大的劲才抬起头，他的眼中满是痛苦与迷茫，声音颤抖着，仿佛随时都会断掉：“大人呐，小老儿也不明白这到底是咋回事。在阳间的时候，儿女们都孝顺，给我烧了好多金银纸钱，说是能让我在阴间享清福呢。可谁能想到，一到了这里，这些东西就变得重得像泰山一样，压得我连腰都直不起来，气都快喘不上了。”说着，老者似乎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话，试图挺直身子，可那沉重的铁片却像是生在了他身上一样，只是让他徒劳地挣扎了一下，便又重重地弯下了腰。崔炫微微皱起眉头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怜悯，他缓缓伸出手，轻轻触碰了一下老者身上的纸钱，只听哐当一声，那声音清脆而又沉重，
竟像是金属碰撞发出的声响。崔炫心中已然明了，他看着老者，缓缓说道：老人家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在阳间被大家当作财富的金银纸钱，到了阴间全都变成了沉重的铁块，它们可不是什么能让你享福的宝贝，反而成了束缚你的枷锁，让你在这地府中受尽折磨。老者身旁一位中年男子听到这话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脖子上那串华丽的纸扎珍珠项链，脸上写满了疑惑，忍不住开口问道：大人，我这串项链是女儿特意为我精心准备的，她说要让我在阴间也能穿戴得体，走出去有面子，难道这也有问题吗？崔炫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到中年男子面前，目光凝重，他轻轻挑起那串珍珠项链，在明光的映照下，那看似美丽动人的珍珠竟隐隐透出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幽寒之气，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崔炫叹了口气，声音里满是无奈：你的女儿一片孝心，这点毋庸置疑，可惜她并不知晓阴间的规矩，这串珍珠项链到了这里已然变成了一根无形的绳索，它会日日夜夜缠在你的脖子上，让你呼吸不畅，痛苦不堪，你却又无法摆脱它。中年男子瞪大了眼睛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，他下意识地伸出双手，拼命地去扯脖子上的项链，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却发现什么也扯不下来。他的动作越来越慌乱，脸上渐渐露出了恐惧的神色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仿佛真的被什么东西紧紧勒住了脖子。不远处，一位老妇人手腕上戴着好几个金灿灿的纸扎金镯子，正一步一挪地艰难走着，每走一步，那些金镯子便会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在这寂静的有些压抑的地府中显得格外突兀，仿佛在打破这地府原本的宁静。老妇人听到众人的对话，抬起头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定：我这几个镯子可是儿子给我烧的，说让我在这边也能风风光光的，难道也是不好的东西？崔炫摇了摇头，目光中满是怜悯，他缓缓说道：老妇人，你儿子固然是一片好意，但这些金镯子到了阴间都化作了无形的镣铐，他们束缚住你的手脚，让你举步维艰，无法自由行动，每走一步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。三位亡魂听了崔炫的话，面面相觑，脸上均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老者颤抖着声音说道：大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活着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么祭祀祖先的，难道这么多年我们都错了？崔炫正欲开口解释，忽然看到远处又涌来一群新的亡魂，他们的样子更加凄惨，有的身上挂满了纸扎的房子和车子，那些纸扎的物件此刻仿佛有了千斤重，压得他们摇摇晃晃，身体倾斜的厉害，仿佛随时都会倒下，摔得粉碎。有的手里捧着巨大的纸扎金元宝，那金元宝在阴间的光线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，仿佛在诱惑着什么，又仿佛隐藏着无尽的危险。这光芒使得他们的手臂都因承受不住重量而扭曲变形，肌肉紧绷，青筋暴起。老者看着这一幕，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大人，我曾听人说有一种祭品能让亡魂在地府过得比活着的时候还要舒坦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崔炫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严肃，他环顾四周，只见周围的亡魂们依旧在艰难地挪动着脚步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，交织成一曲悲惨的乐章。他压低声音，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庄重：跟我来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三种祭品不但不能让你们享福，反而会让你们永远被困在地府的边缘，再也无法前往该去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地府任职，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，可阳间的人却始终不信。说罢，崔炫带着三位亡魂朝着地府一处幽静的角落走去。一路上，四周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阴寒之气，那股寒意仿佛能穿透灵魂，
让人浑身不自在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他们，让人脊背发凉。昏黄的明火在石壁上摇曳，发出微弱的光芒，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又像是在为他们指引着什么，却又让人捉摸不透。大人，究竟是什么秘密如此要紧？中年男子忍不住开口，声音里带着紧张与好奇。在这静谧的有些可怕的环境中，他的声音微微发颤，仿佛被这地府的阴森所吞噬。崔炫神色凝重，缓缓说道：你们可知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祭品之事也不例外。阳间之人以为烧些金银纸扎便能让亡魂享福，却不知这背后藏着恶因恶果。就如你们身上这些沉重的礼物，便是阳间人无知所种下的苦果。此时，一位身形瘦弱的年轻亡魂跌跌撞撞地走来，他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纸糊金山，那金山几乎占据了他整个后背，显得无比沉重。他每走一步都像是用尽全身力气，双腿颤抖得厉害，膝盖不停地弯曲，几近跪地。他的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，牙关紧咬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。崔炫见状，快步上前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仿佛在与这地府的黑暗力量进行着对话。随后轻轻一挥手，那金山瞬间化作无数灰烬飘散，就像是被一阵无形的风吹散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年轻亡魂惊讶地看着崔炫，眼中满是感激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崔炫将年轻亡魂扶起，转头对三位亡魂说道：你们看，这便是因果的显化。这地府看似阴森恐怖，实则是阳间善恶的映照。阳间之人若以真心善念祭祀，亡魂便能得福；若只是流于形式，妄图以虚假的祭品敷衍，便会种下恶因。老妇人皱着眉头，若有所思地问道：到底是什么？崔炫目光深邃，看向远方，仿佛能穿透这地府的黑暗，看到那遥远而又美好的彼岸，那便是功德。佛教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阳间之人若能多做善事，将功德回向给亡魂，这才是真正能让亡魂解脱，去往极乐之地的祭品。老妇人疑惑地问道：大人，这功德究竟是什么？又该如何回向给亡魂呢？崔炫耐心解释道：功德便是阳间之人在世间所做的种种善事，如帮助孤寡老人，给他们送去温暖与关怀，救济穷苦百姓，在他们饥寒交迫时伸出援手，护持佛法，传播善念与智慧。这些善事所积累的善念和福报，便是功德。至于回向，只需阳间之人在心中真诚的祈愿，将自己所做善事的功德分享给已逝的亲人，便能通过冥冥之中的力量传递到地府，让亡魂受益。这其中的关键，便是那一颗真诚的善心。三位亡魂听了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正说着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四周的明火剧烈跳动起来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。那明火的光芒忽明忽暗，将周围的一切都映照得更加阴森恐怖。一个黑影在风中若隐若现，发出阵阵低笑，那笑声让人毛骨悚然，仿佛来自地狱的深渊。崔炫，你又在多管闲事了。阳间之人怎会轻易相信你这一套？他们的执念岂是你能轻易改变的？崔炫脸色一沉，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愤怒，喝道：鬼魅，休得在此作祟！今日我定要将这秘密公之于众，让阳间之人知晓真相。黑影渐渐清晰，竟是地府中掌管祭品的邪力。他冷笑一声，那笑声中充满了嘲讽与不屑。这么多年，我靠着阳间的祭品，在这地府积累了不少力量，你以为你能阻止我？那些金银纸扎在阳间人心中根深蒂固，其实你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。三位亡魂此时心中充满恐惧，他们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满是迷茫与无助。他们看着邪力，
又看看崔炫，不知道该相信谁，仿佛置身于无尽的黑暗中，找不到一丝光亮。崔炫目光坚定，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力量，对亡魂们说道：你们想想，自己在地府所受的痛苦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说的话吗？这邪力为了自身利益，误导阳间之人，让他们陷入错误的祭祀方式。他只顾自己的私欲，却让无数亡魂在这地府中受苦。就在众人僵持不下时，那位被崔炫解救的年轻亡魂突然站出来，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大声说道：我相信崔大人，我在阳间时，父母虽然贫困，但乐善好施，他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的人，无论是邻里之间的琐事，还是陌生人的求助，他们从不推脱。我死后，虽也收到了一些纸扎祭品，但那些功德回向让我在地府并没有受太多苦。刚才那座金山，想必也是因为有人以恶念祭祀，才会如此沉重。邪力听到这话，脸色大变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与愤怒。他挥动手中的明幡，瞬间四周狂风大作，风声呼啸，仿佛要将一切都撕裂。明火熄灭，黑暗如潮水般迅速笼罩了一切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无尽的深渊。崔炫见状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，仿佛在与这黑暗的力量进行着最后的抗争。一道金色的佛光从他手中绽放，那佛光耀眼夺目，如同太阳一般，瞬间驱散了黑暗。原来崔炫一直潜心研究佛法，希望能借助佛法的力量改变地府和阳间的乱象。这佛光便是他多年修行的成果，蕴含着无尽的慈悲与力量。在佛光的照耀下，邪力渐渐显出原形，他的身体扭曲变形，发出阵阵惨叫，最终化作一缕黑烟消失不见，仿佛从未在这地府中出现过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吧？崔炫对三位亡魂说道。阳间之人若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以善念功德祭祀，不仅能让亡魂解脱，也能为自己和家人积累福报，这是一件惠及阴阳两界的好事。三位亡魂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。此时地府的天空中出现一道祥瑞之光，那光芒柔和而温暖，仿佛能治愈一切伤痛。那是佛法的力量在净化地府的浊气，让这阴森的地府渐渐有了一丝生机。崔炫看着这道光，心中充满希望。他知道这个秘密即将通过这三位亡魂传达到阳间，改变人们错误的祭祀观念，而这也只是地府改革的开始。崔炫将继续努力，借助佛法的力量，让地府和阳间都能回归正道，充满善念与祥和。时光荏苒，三位亡魂带着崔炫判官的嘱托，在地府中四处寻找着返回阳间的契机。他们日夜徘徊在地府那神秘而又阴森的角落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希望。终于，在一个月圆之夜，地府与阳间的界限变得模糊，仿佛有一层薄纱将两者轻轻相连。月光洒在地府，映照着他们焦急而又期待的脸庞。他们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化作三道微光，如同流星一般，迅速穿过阴阳缝隙，回到了人间。他们首先找到了各自的亲人，将在地府的所见所闻，以及崔炫判官所说的秘密，一五一十地告知。起初，亲人们都难以置信，毕竟传统的祭祀方式已经延续了千百年，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，如同古老的大树，难以撼动。白发老者的儿子原本是个只知忙碌生意，对祭祀之事只是例行公事的人。听了父亲的讲述，他心中满是愧疚，回想起自己为了省事，每年清明只是随意买些金银纸扎烧给父亲，从未真正关心过父亲在阴间是否安好。他的脸上露出悔恨的神情，眼眶微微泛红。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虽然阴阳相隔，但此刻他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，声音哽咽地说：爹，是儿子不孝，
以后儿子一定改。从那以后，他决定改变，从此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，救济贫苦百姓。他常常深入贫困山区，为那些缺衣少食的孩子们送去衣物和书籍。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，他仿佛看到了父亲在阴间欣慰的笑容。每逢初一15，他还会诚心为父亲诵经回向。他跪在蒲团上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心中默默念着经文，希望这些经文的力量能传递到地府，让父亲得到真正的解脱。中年男子的女儿是个爱面子的人，总想着在祭祀时让父亲在阴间风光。听了父亲的遭遇，他泪流满面，他的泪水不停地流淌，打湿了衣襟，他的肩膀微微颤抖，心中满是自责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意识到真正的孝顺并非是用这些虚假的纸扎来装点，而是要用心去为父亲积累功德。于是他加入了当地的义工组织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他在养老院里为老人们打扫房间，陪他们聊天，给他们讲外面世界的新鲜事。看着老人们脸上绽放出的笑容，他仿佛看到了父亲在阴间也能如此快乐。他将每一次做善事的功德都真诚地回向给父亲，在心中默默祈愿父亲能在地府过得舒坦。老妇人的儿子本是个有些迷信的人，认为多烧些金银财宝就能让母亲在地府过上好日子。听了母亲的话，他如梦初醒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仿佛在责怪自己的愚昧。他开始研读佛法经典，了解因果轮回的道理。他坐在书桌前，一本本地翻阅着佛经，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四处请教高僧大德，并且在生活中努力践行善念，不再把心思花在那些无用的祭品上。他在街头看到流浪的小动物，会主动带回家照顾，等他们恢复健康后，再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收养家庭。他相信这些善举都能为母亲积累功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3位亡魂的亲人们的改变渐渐影响了周围的人，邻里之间开始互相交流这些新的祭祀观念。有人质疑，皱着眉头，满脸不信地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祭祀的。有人好奇，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，拉着他们详细询问。也有人开始尝试，小心翼翼地迈出改变的第一步。慢慢的，一股新的风气在人间悄然兴起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摒弃传统的金银纸扎祭祀方式，转而以做善事、积功德的方式来缅怀祖先。而在地府，崔炫判官看到这一切，心中满是欣慰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那笑容中充满了满足与希望。他知道改变并非一蹴而就，但只要有了开始，就有希望。他继续日夜操劳，处理着地府的事务，同时也不忘借助佛法的力量，净化地府的每一个角落。他相信，终有一天，地府和阳间都将充满善念与祥和，成为一片美好的净土。崔炫判官时常穿梭于地府的各个区域，查看那些因过往错误祭祀方式而受苦的亡魂们的状况。他看到曾经被沉重纸扎物品压得无法前行的亡魂们，在阳间亲人改变祭祀行为后，身上的枷锁逐渐减轻，他们的步伐开始变得轻盈，脸上的痛苦之色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解脱后的释然。在一处阴暗的角落，原本有一群亡魂被堆积如山的纸糊金山银山所困，他们在黑暗中挣扎，发出绝望的呼喊。如今随着阳间亲人们纷纷以善念做功德回向，这些金山银山渐渐化作点点微光消散，亡魂们重获自由，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他们开始朝着地府中光明的方向前行，那里是通往往生极乐的道路。崔炫判官也没忘记继续与地府中的其他官吏沟通，分享他所知晓的因果道理。起初，有些官吏对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，毕竟地府多年来遵循着旧有的规则运转。但崔炫并不气馁，
他用实际案例向他们展示阳间祭祀方式改变后地府发生的积极变化。渐渐的，越来越多的地府官吏开始理解并支持他的理念，他们一同努力为改善地府的环境而奋斗。在人间，那3位亡魂的故事如同星星之火，在各地蔓延开来。一些地方开始举办关于正确祭祀和因果报应的讲座，邀请高僧大德和有识之士为民众讲解其中的道理。人们纷纷踊跃参加，在讲座上，大家热烈讨论，分享自己对传统祭祀方式的反思和新的感悟。许多家庭在清明、中元节等祭祀节日时，不再像以往那样大量焚烧金银纸扎，而是全家一起参与公益活动，如植树造林、关爱残障人士等，将这些善行的功德回向给逝去的亲人。一位名叫李福的商人，曾经也是一位热衷于为祖先烧大量豪华纸扎祭品的人。在听闻这个故事后，他深受触动。他回想起自己过去为了生意顺利，一味地在祭祀上攀比，却忽略了真正的孝道。他决定改变自己的行为，不仅在生意上诚信经营，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。他出资修建了多所希望小学，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每到祭祀时节，他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学校，和孩子们一起做公益活动，将这份爱心所积累的功德回向给祖先。他发现，自从这样做之后，自己的生意反而更加兴隆，家庭也变得更加和睦幸福。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村民们以往祭祀祖先的方式十分简陋且迷信，大多是随意烧些粗糙的纸扎品。村里的一位教书先生听闻外界的新祭祀观念后，决心改变这种现状。他挨家挨户的走访，耐心地向村民们讲述地府的故事以及正确的祭祀方式。起初，村民们并不理解，甚至有人嘲笑他，但教书先生没有放弃。他组织村民们一起参与村里的道路修建、帮助孤寡老人等活动，并向大家解释这些行为对祖先和自身的益处。慢慢的，村民们开始接受新的观念，祭祀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整个村子变得更加团结互助，邻里关系也更加融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间和地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地府中，黑暗与痛苦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祥和的景象。亡魂们不再被沉重的虚假祭品所束缚，他们在佛法的照耀下，安心等待着往生的机会。而在人间，人们的善念被广泛激发，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人们明白了，真正的祭祀并非形式上的敷衍，而是内心善念的延续与传承。崔炫判官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所期望的那个充满善念与祥和的世界，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。